有一个小症状，不要怀疑就是气喘。你曾经有哼的喘鸣声吗？这个大概就很明确了。对，每一次感冒，这个最常听到的。对，每次感冒都痰很多。那最后一个就是吃了以后1个礼拜跟我说，哇，黄医师你给我药好有效，我小孩一吃都不咳了。我说那你就不要再硬盯了，你的小孩就是气喘，因为我上礼拜给你开的就是气喘的药。这里面其实只要1个，我们就可以怀疑。每一个小孩都气喘。我们家可可也是气喘。小孩总是在咳嗽，病情其实不单纯。过敏气喘怎么分？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那很多医生行医多年，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压低烧。今天我们就针对了咳嗽这部分所衍生出的健康问题来探讨一下。好，不过呢，我想这小孩子咳嗽在这部分，尤其是让父母特别的担忧，而且心情特别差。但只要咳嗽，代表气管就不好吗？各位，是这样吗？圈叉，请选择。只要咳嗽，气管就不好。这有小可不认同哈。为什么？咳嗽不就是因为气管喉咙一起？会不会是这个逻辑？我们家以我们家基本上就有3个范本来看哈。我们家的老最后面的老2跟老3，其实感觉呼吸道比较不太好。就是气管比较不太好，比较常常会可能一过敏啊，天气一变啊，或者像现在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没有下雨，有时候大太阳，有的时候没有大太阳之后，他们俩其实比较容易流鼻涕，可是反而是哥哥的状况是他常常在咳嗽。但是我觉得3个里面是他生病啦，跟感冒啦，跟就真的有。因为咳嗽而去看医生的次数比较少。我儿子是有事没事都在咳，就算没有感冒也很爱咳嗽。而且他咳声真的很可怕，很像那个狼狗或者是那种狼在山洞里面咳，是那种很洪亮的，但是又低沉的那种很大声。然后他每次咳声就是只要我们去餐厅，他一咳嗽，我一定要赶快把他嘴巴捂住，因为呢，所有的人都会一直看我，因为他的咳声太恐怖。妈呀，家暴！就他以为奇怪，为什么这样？因为想说有狼狗牵进来了吗？真的是那种声音，对啊，就觉得很烦恼。因为我就是看西医、看中医，也都找不出什么原因，不好治疗，对不对？对，他那个咳声真的是太吓人，好想听听看。没有，我就默默赶快走开，默默走开，推到隔壁桌。对，不是我的小孩。好，但是黄医师，小孩子咳嗽，它跟气管健康的关联。到底是怎么样？当然，咳嗽你会想到呼吸道是合理的，但是其实从上到下，小朋友咳嗽的原因非常多，不见得跟气管有关，对不对？鼻子，比如说鼻窦炎，你会咳啊；喉咙这个发炎，你会咳啊；那再来就气管。再来肺炎你会咳啊，心脏衰竭也会咳啊，心脏衰竭也会咳啊，很多人心肌梗塞他是咳嗽一直咳啊，然后妥瑞氏症也会咳啊，像艾比的状况就是他的门诊就憋着都不咳，我会说你回家录影给我看，对，那你反正现在手机随时拿出来，而且你还不能这样对着他录，你就要这样偷侧拍，对。你就可以录到他咳嗽的声音跟那个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关联性看缓解很多，对，不见得是气管。我们这边把几个咳嗽的症状情况，我们稍微做一个整理，大家来看看有没有符合的哈。好，你的小孩会不会偶尔咳嗽，运动之后咳得更厉害呢？另外第2点就是咳嗽的时候痰音很重，以及第3，他的精神活动力其实还不错。精神活动力不错，感觉上就不像生病的样子。但这3点有没有符合的？来，有呢。有来，因为我们家老2他就是属于过敏性体质的小孩，那平常就会有一点就是那种，就是鼻子跟我一样，就是会一起床就一定要擤鼻涕，然后哈啾的，所以他在咳嗽的时候，他也会常常咳嗽，而且他咳嗽的时候会有一点痰音，甚至有时候会吐出痰。真的有痰，你看，真的有痰，可是他的痰不见得是黄的，有时候是透明的那种。然后可是他平常的精神状况什么都非常的好，那。当然偶尔他如果去做运动，是学校如果跑步啊什么的，他就会咳得比较厉害一点，所以他很少参与这样子跑步的东西。那小可嘞？我自己是3个状况都有但是不是都是发生在小朋友身上。像第一个是运动完后咳嗽，其实我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弟弟就一直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跑田径的，所以他有时候短跑一跑完，因为都要练，早晨都要练嘛，有时候一练完呢，他就会咳嗽。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然后有时候会咳到晚上都会稍微喘。
后来他就真的变成气喘了。所以现在我儿子有的时候像他们冬天去下午会去练篮球，练完之后他会喘，然后会咳嗽的时候，我都先让他坐着。你有时候在跑步的时候张着嘴巴跑嘛，或者是有的时候要玩的时候，你都是张着嘴巴，所以有的时候冷空气进去的时候，就会造成支气管痒啊，或者是变干了，你就会想要咳嗽。然后跑完其实渴得要命，你还要等他喉咙有水，我就一定要先才能喝水。我真的有听过，真的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跑步，然后因为马上这样子灌水，而且是灌冷水，他就后来就变气喘。我发现真的只要运动就很容易会开始咳，然后咳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继续，我就不敢再让他运动了，因为我又怕他会继续吐，他有时候会咳一咳以后，有的会咳一咳咳到吐，对，然后我也不敢马上给他喝水耶，因为我觉得那样更容易呛到，然后就是可能后面的时候等到他舒缓一点，我就给他含个喉糖或者是喝蜂蜜水，让他缓解一点。来，所以呢，如果有符合这种咳，它会是哪一种类型的咳嗽？来看看这种咳是运动型的气喘喽。什么是运动型的气喘？黄医师，其实很多小朋友运动完之后都会咳个2-3声，但是刚才小可或这个刚刚聊的那个故事，就是你可以明显发现。大家都不咳了，就是刚跑完步咳个2声 OK，大家小朋友都就回教室，甚至都下课回家了，他还在咳。那通常我们运动过后30分钟以后，你还在咳，我们就会觉得怪怪的，你都已经整个身体都冷下来了，你怎么还在这么的敏感呢？表示你应该有可能就是这种运动型气喘。那大家可能想说喘，他没有喘啊，他只是咳啊哈。对啊，那我们就要了解。咳嗽就是气喘的前哨站，所以一开始很多孩子还没有严重到喘，他只是以咳嗽表现，那你可能就会给他什么喉糖啊，对，蜂蜜啊，就会让他让这个咳嗽的这个症状被掩盖住了。那你就没想到下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有一次可能就传到不行，你要去挂急诊，要吸药。所以我想小朋友只要有这些。平常就有点咳，运动后咳得更厉害，而且比人家咳的时间又久，咳到那天晚上还在咳，然后痰音很重，不过没有生病的样子，那么你应该就可以想这个运动型气喘。假设气管就像一根珍珠奶茶的吸管好了哈，就那么粗嘛哈。那我们今天因为假设我们今天讲运动的时候，我们吸了冷空气、干空气，造成我们这个黏膜就开始水肿。那水肿以后就会分泌很多的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管径可能就会变稍微细一点。那还没有细到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只觉得这个痰很讨厌，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痰咳出来。可是再严重一点呢？这个珍珠奶茶的吸管就变成铝箔包的吸管，那是细到就会开始有细的声音。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很不舒服了。所以咳嗽我刚刚说是前哨站，你再严重，那个喘啊、呼啊就跑出来。对，是特别会过敏的小孩要小心吗？是所有人都会吗？有刚刚讲很多是2个，就他过敏源他也会诱发气喘，运动也会诱发气喘，但也有一些人呢，就只有运动会啊，平常还好，所以也有一些单独运动型气喘的这个案例。像我们家哥哥，他在他班上身高算是前3名的，然后你感觉他汗臭那么大，应该很会跑步。对。可是他每次跑完，他都告诉我说他会有点胸痛，或者是就是他跑最后1名。心痛了。我都觉得说不是来其他同学比较轻盈嘛。对啊，一胸多长。不是，我就想说吃太好了。常常有医生问说他有没有气喘，然后我说没有听过说他有气喘，那我就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他其实有，我不知道，没有真的被医师判断出来，还是说他是运动型？对，其实我看过一个数据哦，可能这个数据或许有一点多。但他们那时候在说，我们一般的这些学童里面啊，他说，如果你不去分他有没有气喘，就一般的情况之下，会因为比如说在冷空气中这种运动而诱发气喘的比例，运动型气喘的比例，它可能有1成到2成之多。可他说，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气喘儿，那你又因为你在冷空气中这样开始活动到你那个换气的量已经大到它本来可以承受那个可以最大换气率的几成以上，持续7到8分，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会诱发气喘的比例就不是刚才1到2成哦，这群小孩子他可能这个时候出现气喘的比例可能是6到7成以上都有哦。对，所以这是不同的族群，就是说有些人确实就是他平常都没事，他只有在剧烈运动之后会出现这种状况。那可是如果你已经是气喘儿，在你运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强度、换气到一定的比例之后，它被诱发气喘的比例会比这群小孩的风险更高。可是像这种运动型气喘，它是一种体质吗？李医师？对，其实我们如果说小朋
朋友平常有气喘，其实你可能就是要注意他运动的时候，本来就是很会容易诱发。但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平常没有气喘表现，所以很多父母亲其实不知道想说，为什么他运动之后你就开始一直咳嗽，可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喘的表现。其实如果说我们以中医来看的话，这种小朋友很多他是属于虚寒型的体质，就说你体质本身就是体温就是比较低的，那你当然你的气管的温度也会比较低。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因为你的呼吸的量是比较大的嘛，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又是在比较低温的环境下，那你的气体的流量速度会比较快，那你气管把它加温的那个温度也会比较少比较低，所以这时候可能就诱发你的气管开始会敏感啊，开始会收缩，那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反射的动作，开始我要咳嗽了，那甚至有的人就开始有咻咻的声音了，那可能就会有气喘的表现。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小孩子有没有虚寒体质？比如说平常可能都是脸是比较苍白的啊，那你摸他的手可能都是比较冰冷的。那他的相对下，他的肌肉量也是会比较不足，可能就是比较瘦。那其实虚寒的体质，那他就要诱发他有气喘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长期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足，因为他有处于一些比较可能大脑有一些缺氧的状况，他可能会容易累啊，或者是头重重的现象产生。所以如果说有虚寒型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比较注意说，他可能容易会比较有诱发有运动型的气喘的产生。对。那如果小孩有运动型的这个气喘，可以加强训练吗？还是说反而要注意喊话吗？反而要冷静，是不是？难怪我常常在我们后面像是听到有人在那个行军的精神达数，两个小朋友在那边，会不会这样反而让他更不舒服？就是要注意些什么呢？要注意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因为有可能这型孩子他现在是运动型气喘，可是未来是不是他其实可能也会对其他的过敏原发生反应，所以还是要注意，比如说家中的这些比较常见的可能诱发的过敏源。第二部分就是你明明已经知道他在冷空气中，就是只要比较剧烈运动就会出现这些症状，那你还要他大冷天去嘿咻嘿咻，就太过分了。所以你可以先采取比较温和式的，然后锻炼，不要一开始就是他必须大量的换气的这一种是比较保险的。那应该怎么运动呢？不好意思。不过先强调一点，有运动型气喘的人更要运动，这已经研究告诉我们，你越不运动，你的身体的这个过敏反应会越严重。那当然是从少量渐渐增多，而且要规律。那至于选择哪一种运动，很多人就会翻说一定要游泳，一定要游泳。那小孩很怕水，不准，你一定要游。那其实对小孩是没有意义的。其实不要，我们还是尽量顺着孩子喜欢的运动，然后去顺从他喜欢的，然后去挑选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哈。那真的如果真的要建议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中短期的强度的运动，譬如说啦，棒球。那哪一些是强度的运动？就像篮球。永远停不下来，对，那这种就是足球，足球一直停不下来，这种就要稍微一开始可能不适合，但他如果很喜欢，还是可以啦，只是说那要中场休息一下，先不比赛，我们先训练哈。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那游泳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气管好？答案是没错哈。你看我刚刚说运动型气喘是跟干冷空气有关，那如果游泳，你吸到的空气都是这个湿的，而且如果你是温水游泳池又是温暖的，所以基本上对他的气管刺激性是最小。可是有些孩子去游泳反而发作，是因为他对那个氯气对，那味道很刺激。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刚好是这个体质，然后我都每次跟妈妈讲说，你可以去游啊，但是你不要买那个半年期的课哈，因为你可能上几次你小孩喘，你后面就钱就浪费了。对，所以这种应该尽量是游户外的比较好。对，室内的氯气好刺激，是没有错。那第三个，运动前先暖身啊，有的时候天气冷，先戴口罩，去到那个训练的场合或有运动的场合之后，你再把口罩脱下来哈。然后这个比如说那一天刚好紫爆呢，就是不适合运动的环境啊。感冒的时候就请假，那最后才讲治疗。就说那可是我前面都做了，可是他每次运动完都会咳很久，我其实可以预防，比如说运动前30分钟先吸药，吸气管扩张剂，那吸完之后让药效开始之后，你就去运动，那一天你的运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发作的状态这样子。不过说到药，刚刚还有那个比在讲说喝蜂蜜水嘛，喉糖嘛，对不对？这个有用吗，李医师？对，其实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过敏性气管的，比如说就是容易咳嗽或者气喘的产生，其实我真的不太建议说，当你这个在咳嗽的情况下，你再吃喉糖。但如果说蜂蜜水的话，我们其实在平常服用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润肺，没错，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些水分，包括肠道。但是当你小朋友开始咳嗽很多痰的时候，其实像
蜂蜜它可能会容易，因为它是甜的东西嘛，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生痰的。那所以其实你如果已经在咳嗽有很多痰，其实蜂蜜水我是比较不建议的。那你中医的话，如果大家有这种一运动就咳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大家不要咳？就是说，如果当你在咳嗽，不管你是因为感冒的咳嗽啦，或者是因为过敏咳嗽，其实我们可以压一些穴位，它是在我们脖子的后面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帮小朋友你把他头往后压低，好，我们可以找我们的颈椎，你可以摸在2根指头的地方摸到一个最高点，那是我们的第7颈椎。那你可能会摸到有2个，觉得都很高，对不对？那你让小朋友来脖子左右转动一下，往左右这样子看，左右看好。比如说你2根指头有摸到2个骨头都是高的，对不对？上面那一个会动的那个就是第7颈椎，那个位置就是正确的。好，那我们再往旁边，差不多就是一个横指的一点点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的定喘穴。定喘穴，对，定喘听起来就是说可以改善我们的哮喘嘛，气喘的部分，就可以平常自己这样子帮小朋友多按压这个穴位。2边一起。对，其实它这都是直接针对我们的穴位去做一个刺激。好，那平常你刚刚说那个喝水不要太冰，也不要太热。所以以室温或是温的，这是最刚好的。对，温稍微其实有点偏凉的那种温度就可以了。了解。姜茶可以嘛？哈，也可以。但是姜茶你不要给它用的太辣了，可能小朋友他也吃不稍微不能刺激啦，稍微稀释一下。对。那还有一种你说是要捏脊法。对，捏脊法。对，好，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嘛，哈，你在家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就是让他趴在床上。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他洗完澡，身体都很温热的情况之下，那你环境的温度一定要把它调整在一个差不多25到26度是比较温的情况，然后你就让他脱掉上衣，他趴在床上的时候，你先从他的那个屁股的地方，屁股的脊椎的2侧。然后你用拇指去推，你可以加一点那个婴儿油或者是一些乳液，滑滑的，它比较不会痛。假设这个是小朋友的皮，好，我们拇指往这边推，然后食指跟中指就把它这样子往上面这样有点像爬格子这样子。对，但是你的推的那个肉不要中断，要一直这样子推，一直往上推上去。对，这样推上去。要很用力吗？其实你在它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就 OK 了，是可以捏起来这些肉的，把肉捏起来。好，然后它是在位置是在我们正中间，这个是脊椎嘛，对。旁边这2个肩胛骨，我们在这中间有一条肌肉，对，有2条肌肉，鼓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膀胱经，就是按那2条。对，那它这个地方其实5脏6腑的精气也都是转输到这个穴位上面，满的都是穴位。但是平常保养，帮他这样捏，平常就可以了。对，平常。好，那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那个小孩子，我们怎么建议？对，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选择运动，然后讲到运动前可以做这个保养，应该是说先预防的一个药物。可是如果你每天就只有运动那段时间顾你的气管，那其他时间都乱吃零食、饮料啊，然后家里的尘螨霉菌也不顾啊。刚才素清讲，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他运动机气喘，他平常就已经在咳了。对啊。好，所以那些我们平常讲到这些居家过敏的环境要处理的，还是要赶快处理，怎么尘螨控制、霉菌控制。那我们今天其实有的时间也不多，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哈。只是我要鼓励大家，就是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因为医生跟他说你的孩子有运动气喘，所以更要运动，所以他们就被迫的要去运动，然后爱上运动，然后最后变成运动员。所以你看到那个奥运有很多时候。那个金牌得主，可能他有1/3都是这个小时候有这种运动型气喘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运动会咳，你就说那就不要运动，这是错的，还是要加强运动，对，多训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另外有3种这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的小孩是不是经常感冒，而且都拖2周以上呢？还有睡觉比白天更会咳，以及食欲活动力方面则是没有问题的。好，这3点有吗？有。来。就是我女儿，我觉得是因为她过敏体质的关系啊，所以她哪一个女儿？第2个都是她哦。对，其他3个其实都不会，而且其他3个，而且她是唯一一个在出生的时候验过敏没有过敏的。那怎么会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是被后面的那种可能环境影响的，然后所以他特别的严重，然后他就是小的时候更是明显，就是常常会感冒，而且感冒就是会拖得比较久一点，然后而且他一感冒就会开始咳了就会开始喘，那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常会开一个处方签，就是我们可能每个月要去领一个保养的。
晚上睡觉要喷一下的那一种气喘药，然后确实是睡觉前会比较容易咳嗽，但他平常白天的食欲活动力都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你4个只有老2会特别这样啊？是因为你在照顾的上面有差别吗？比如说其他3个睡房间，那个睡库房啊？然后不是，那个老2是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从会吃副食品之后，他其实很少吃乳制品。然后我是天生的，1岁以后我都给他们换羊奶，就只有他都没有喝到。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原因，或者是他本身的体质就是特别的容易这样子。你们为什么要笑？他就旁边接性温醇，羊奶性温醇。我说李时珍换你啦，你好烦。我现在讲到，就今天好像针对都是白开水的体质，因为他真的是里面比较不常感冒的。但是他小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就是测过敏原，是完全都没有过敏体质的。但是我们就很放心了。可是当下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偏湿的，然后也加上他可能从刚出月子中心的时候就有感冒，然后引起支气管炎，然后就住了那时候的新生儿的加护病房。对，就是隔离式的病房，然后医生就说要好好照顾，如果不好好照顾的话，可能会变成肺炎，然后就会诱发到你有气喘性的体质这样子。那我们就觉得那一次的照顾其实还蛮得意的，所以后面就比较会放多一点心思在下面，在他身上。可是又加上老2跟老3接踵而来，你真的没有办法就 focus 太久，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听到，他晚上的时候会咳。可是白天的时候看到他，好像都很 OK 啊。昨天好像咳的又不是他，是不是又听错了？所以就反反复复这样子，1个礼拜、2个礼拜过后去学校，他好像咳了真的有一段时间了。但真的要带去给医生看，医生又说他怎么咳，我就说都晚上咳个1-2声。他说那我就给你症状药，针对他如果有痰的话，你就给他吃，但他只是让他排出来。但如果你可以拍痰的话是最好，让他自己咳出来，你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严重，就不要吃药好了。就晚上啦，晚上大概。那后来怎么好嘞？看机缘嘛。你们家的老大真可怜。没有，因为真的人太多了啦。你这样子太那顾不到，那 Vicky 怎么办？他4个我跟你讲，孩子在那种环境长大是福气，他的生命力会比其他孩子。他会自己找到出口。他会知道我要茁壮，因为家里太多人了，真的太多人了。生存的概念。对，你有时候听到然后是妹妹咳吗？然后白天起来想要查个究竟，就想说2个都体力都很好，那到底是谁啊？听错，就给自己一个理由，没有白开水，都是假的，你看到都是业障，都是假的。对，好来，艾比，我们那个是经常感冒，就是尤其是像现在变天啊，可能是因为我带去看医生说有就是过敏性的鼻窦炎，可是他说以后如果没有好好吃的话，可能会变成气喘。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带他看医生，可是真的也是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我说我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对他是对的。然后他现在晚上每一次睡觉，就算没有感冒，他也是会咳嗽，而且那个咳声很像老人，然后就是咳到那种真的像有一个广告，不是咳声旁边会弹起来。我们就是咳到这么厉害啊？对，因为他咳的床会震动，我跟爸爸都一定会起来。不晓得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去治他，因为他真的活动力也很好，精神也很好啊，食欲什么真的也没问题。可是到晚上一定都会就会变这样，而且不是1-2声，就一定要4-5声以上。所以呢，像这种咳嗽，我们看一下是什么类型。好，这种咳是气喘了，过敏性的气管炎。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讲，但这怎么定义呢？对，其实，我先强调一下，你可以想象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气喘、过敏性气喘这么多。很多人都说我也没有，就像刚刚昌明哥讲，我验我也没有，他也没有，小孩验也没有，然后为什么长大以后就变成气喘？你有没有发现气喘其实跟工业化有关？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台湾大概工业化大概是我们上一辈的事情所以我们上一辈在怀孕的时候。因为工业化的这个空气污染的影响，他们基因就已经被搞坏所以生下来我们这一代过敏就更多。那我们下一代也差不多了哈。
那可是你看现在比如说这个大陆空气很不好，可是他们目前都还没有觉得有这个过敏的问题啊，因为他们的问题一定出在下一代，也就是现在出生的这一代。哦，是哦。对啊，外国人也是一样嘛，他们工业革命之后，大概隔了1-2代，就是那个吸到脏空气的那一代生的小孩才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基因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你如果乱吃垃圾食物，乱吸这个空气污染，你的孩子的过敏几率就会变啊。有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啦哈，像现在这个外在的环境是这样，我们就只好认命了，所以才会说现在过敏气喘的孩子这么多。那再来就是给大家要破除一个迷思，真的不是喘才叫做气喘。像刚才讲到的一些咳嗽的症状，上面写的这些咳嗽的症状都是跟气喘有关。那怎么诊断呢？小孩的气喘真的就是靠医生问。小儿科医生就一直很啰嗦，一直问啊。那在上面就问了几个问题哈。这第一个，你曾经有哼的喘鸣声吗？这个大概就很明确了哈。那第二个，你常常有夜间咳嗽的症状。我像 Ivy 她说，那小孩晚上都会咳，每天晚上都咳，这个状况就有点特别了。就是接触到污染的空气或过敏源的时候会胸闷咳嗽。比如说你带他出去逛街，然后经过一家正在装潢的店，本来都没事，闻到那个浓浓的油漆味，接下来就开始咳。那这个状况就表示他被这个肮脏的空气、污染空气所诱发他的气喘。然后再来，每一次感冒，这个最常听到的，每次感冒都痰很多。同样大家都感冒，我的痰就比人家多，然后大家都好了，我10天都还没有好，那你这个是要小心，因为没有一个病毒可以在你身上活超过10天还不死的。那这个病毒都死光了，你还在咳，表示你其实诱发的是气喘的咳。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前面都讲了，然后妈妈说不要，我不听，你都骗我，我不要听到气喘2个字，听到这2个字他就崩溃。我说好，那我先不讲，今天给你开药回去，你吃1个礼拜后告诉我小孩状况怎么样。吃了以后1个礼拜跟我说，哇，黄医师你给我药好有效，我小孩一吃都不咳了。我说那你就不要再硬盯了，你的小孩就是气喘，因为我上礼拜给你开的就是气喘的药，好坏哦。吃了气喘的药之后，症状就明显的改善。黄医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过敏性体质就等同于一定会气喘吗？过敏性体质，如果你讲的是呼吸道过敏，或者是讲的是气管的过敏，就等于气喘，就等于啦。对，因为我们它不是气喘，是呼吸道过敏的比较严重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名词的问题，所以我每次讲到气喘这2个字，妈妈就几个呢？这里面其实只要1个，我们就可以怀疑。每一个小孩都气喘，我们家哥哥也是气喘。对啊，小孩。通常我们会观察一段时间。那以中医来看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气喘呢？对，行为还是体质？对，中医讲说气喘其实有这个病名，但是我们中医讲它是哮喘。所谓的哮，对，就是说哮的话，我们是形容它的声音，呼吸的时候有那咻的声音，那气管因为比较缩小。那喘的时候，我们是形容说它的呼吸的速度比较快，所以但是呢，通常都是2个一起发生啊，所以就叫做哮喘这样子。不过中医我们还是讲说它是跟先天的体质有关系，不过是跟脾肺虚比较有关。比如说肺的话呢，就是它是掌管我们的呼吸系统嘛。比如说我们气管啊，它的那个抵抗力比较差，当你外界有一些过敏源的时候，或者是气温的变化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诱发它产生一个过敏的反应，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收缩。但如果说是我们讲脾，我们就想说是消化系统，可是一般人想说，为什么消化系统跟我们的气喘有关？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他气喘的时候，其实他的痰是很多的，那痰多其实也会诱发你的气喘的一个产生嘛。那当你脾胃消化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它水分的代谢也会不好，它的气管的痰也会比较多，所以你就常常听到他说他在喘的时候可能也会痰音会很重，所以这就是中医讲说它是跟脾肺有关。但其实我在临床上很常看到，就是说小朋友他可能小时候可能3、4岁他的气喘就发作了，那因为妈妈就很紧张，就想说带他来调养身体啊，可能一些环境他很注重，他可能在差不多高中大学的时候，他气喘可能又再加上他有运动啊他可能气喘慢慢越来都没有发生。可是比较有趣的是，当他开始在工作的时候，那可能因为他开始压力啊，或者情绪，或者是他一些熬夜的关系，他气喘又开始发作了。这个是一个临床上比较常观察到的现象。不过像刚刚黄医师在讲说原来气喘跟气管的过敏，其实它就是名词的不一样。对。那我们有很多人根本不晓得，想说，我们没有气喘，我们只是过敏哦。那如果到了长大，它会变得很严重，然后会变怎么走？
其实刚才钟医师讲的完全没有错。小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控制小时候的气喘不控制，比如让一直咳，对，那第一个当然你就如果严重的话，你就会常常跑急诊嘛，这当然对你是不好的。那如果没那么严重，比如说我都没有到喘，我只是咳啊，我放着不理它，那将来大概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6到8岁是一个关卡。超过6到8岁，有一些孩子之后就没什么症状了，而平常状况就很 OK 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算是他被控制了，但是他没有被根治，就被控制得很好。那你的孩子有可能就是那6到8岁之后，有1/3的就会一直持续。所以你如果小时候不控制好，也许6到8岁第一个关卡，你就会是那1/3还是继续有症状的人哈。那第二个就是你这个长大到了这个，尤其是很多我在门诊看到是生完小孩之后。他的这个整个生活压力，然后睡眠不足，然后这个妈妈一生完小孩之后，什么都生活都乱成一团的时候，他就症状就跟他的小孩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让孩子或家长知道说，你就这个体质，你好好控制它，6到8岁以后，也许你就没症状啦。或者是你长大以后，如果发生这些症状的时候，你会了解说，哦。我小时候那个气喘的体质又在犯了，我现在要开始好好再活到这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的一个状态。那素心有案例吗？比如说最知名的应该是邓丽君，他们认为她应该就是气喘发作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林翠。就说事实上，这个有没有可能致命？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哎，不要紧，反正就是咳。然后，可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呢，一般我们认为说呼吸道就是你的气喘的过敏源比较常见，通常都觉得那就应该是尘螨啊。或家中的狗毛啊，有很多的狗毛啊，或者觉得说什么动物皮屑会成飞扬的，或是甚至温差，有没有？他们发现说，当室内外温差超过7度的时候，其实就特别容易过敏。可是后来之前有研究发现，他们刚才在讲压力这件事情，有时候父母就是小孩的压力源，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在那边在有忧郁症的这些父母当中啊，其实他们小朋友啊，气喘的比例啊，好像也相对高。更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说，这些因为气喘住院的小朋友。如果他们把它分成2组，就帮助他爸爸妈妈。如果其中有忧郁症，给予忧郁症的抗忧郁剂之后，他发现，这小朋友的气喘也会变好。所以爸爸妈妈的忧郁被控制了，小朋友的气喘也被控制了。所以呢，必须想说，某一种我们所谓的过敏源，可能包括压力，而压力其中之一就是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一些过度的压迫。之前有一个医生他说，他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家里明明弄得很干净的，什么尘螨什么都弄得很干净，可是他一样的过敏控制的，他的气喘控制不下来。后来就发现他有很多的食物过敏源，比如说他对那种甲壳类的海鲜或什么都过敏。他发现如果他同时控制了这个之后，他的过敏才真正控制下来。所以有时候你不能想说食物有没有可能诱发这个，好像也是有贡献的。但是咳嗽如果拖久了，会不会就变气喘？这个就是一样。因果是倒过来的，是因为他已经在气喘了，所以他咳很久，不是因为他咳很久所以变气喘。如果有这种咳嗽啦、气喘的问题，我真的是做建议。我觉得我像医师讲的，我是生完小孩整个过敏的体质才发出来。我小时候没有，小时候都是我的家人，我就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夸张啊！一大早起来鼻子是那种卫生纸一大堆，我都还很觉得我自己很骄傲，我没有。可是，一生完小孩，我整个人就是过敏性鼻炎非常的严重。之外呢，我变得是说，我有一次我就是感冒，我马上就爱拖就久不去看医生，最后受不了去看。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就有气喘，是哦，就是有时候天气一变太冷了，然后我就会开始。然后我就会听到自己有 "hue" 的声音，然后呼吸就开始很急，费力，对，就很费力、很急。那我女儿之前就是医生会开那种处方签，每天喷一下，每天喷一下。那是她小时候，可是她现在已经就是比较大了，11岁，我就变成说我没有再给她去开那个处方签再喷了。但是她变成是她有时候感冒就会开始喘。哦。听说你在他的那个所以吃的东西里面会有一点，就是我听说坊间有中医师说苯光生有好东西，苯光生会对那个不只是小孩啊，就是气管会有帮助，所以我就会把它撒在汤里面，鸡汤里面就会比较没有那个味道，然后就变成做那个香菇鸡汤这样子。那我觉得吃几次其实还是有多少，我自己也会觉得好像心理作用，好像有感受，因为钱都花了。这把是贵桑桑。对啊。那小可你要干嘛？你要偷拿？没有啊，我好像因为我们家常常因为嘴唇的关系，然后我就会想说3个真的不行了，我就觉得要去买煲汤，就发现好像白色的东西对于
支气管是好的，就润肺的。所以他当我抓到那个煲汤料包的时候，我就发现哇，里面好多白色的，然后包括白木耳都有在里面就汤里面都有白木耳。然后还听说就是那个南姜，因为我们有一次小朋友他们好像也是家族性的。有就是过敏性气喘就对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南姜对小朋友好像有帮助，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听到姜，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跟体质会有一些关系，会不会太寒还是太燥的人不能吃姜，然后又怕小朋友会不会像我们家3个年龄层有1岁的、有2岁的跟4岁的，会不会年龄层的大小要给的量会不一样，所以南姜我就完全就不敢使用，只有放在那里而已。对，它是可以入到汤里面，还是要怎么食用会比较好吗？南姜是 OK 的吗？其实南姜我们中医它是一个中药，我们叫做高良姜。南姜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它讲说是我们气管身体里面一个除湿剂，它有一个散寒的作用，因为它当然可以温胃嘛，又可以散寒。然后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胃里面的一些水气被代谢掉，所以你当然气管里面就不会有过多的痰在这边，让你一直好像想要咳嗽、想要喘。那如果说西洋参的话，它比较是属于性有点偏凉，所以有些他体质比较燥热的人呢，其实是可以吃西洋参。那我们西洋参做一些现代的药理研究的话，是说它可以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啦，或者是气管的一些，甚至还有改善我们的就是怎么讲对抗感冒、预防感冒的功能。所以我们一般西洋参的话呢，它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干咳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吃西洋参的。那只要白色的食材都是适合的吗？其实我们所说白色的食材，它是对应到我们的肺脏是没错。那刚刚讲说白木耳的话，它是因为它是偏凉性的，可能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当你发现小孩子他在咳嗽的情况下，但他的咳嗽可能他的痰是比较黄的，你觉得好像又有一点那种喉咙痛的情况，比较属于热性感冒或者是热性发炎情况下，其实白木耳跟白萝卜这种属性白的颜色白的食物都 OK。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白色食物，比如说像是莲藕啦，或者是那个山药，好了，它就是偏比较平性的。对，你一般想要调理它的体质，又不想要怕它吃的太寒凉的话，这个就可以。所以刚刚说的这些白色的东西都是怎么料理都可以有效吗？还是还得要煮汤还是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哦。平常的食材就都可以的。对啊 ，Ivy 还厉害 ，Ivy 还有一个是蜂胶棒棒糖哎，超厉害，是哪里买啊？因为只要小朋友生病啊，像小朋友咳嗽或喉咙不好，其实不太能吃甜的。什么保健食品？对，它是保健，但是它不能当药，不能当糖果吃啦，可能就是有用吗？小孩子我觉得好像有用哎，因为每次出国他只要一咳，我都很害怕。哦，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之前有介绍面包超人，他也很喜欢。然后这是最近新货入盒，为什么买那么多都不给他面速利达姆的那个樱桃口味。哦，那个我以前买过，它是缓和他咳嗽，涂底面哦，或者是晚擦的，有擦的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面速利达姆哎，对，擦喉咙的地方还有。对，它会渗透，然后还有胸部这边。外国人的话，他们以前会整片这边涂。对，胸部。然后热敷，然后他们说有比较。它的味道很好闻。什么百灵油，对不对？也是。荡氏。荡氏，来荡氏怎么样？1岁以下要小心。谢谢。哦，没有小心服用。哦，这个要小心的。1岁以下了，1岁以下，因为它那个有些太凉，那个叫什么樟脑的成分，所以有些会溶血啊、癫痫。了解。好，那这一个来看一下蜂胶棒棒糖，有用吗，李医师？其实我觉得Ivy她一直是想要调整小孩子的体质啦，从体质里面去改善。那其实蜂胶的话，它是有做过研究，是说它有点类似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可以抵抗一些，比如说细菌的感染或者病毒的感染。但是我们会担心说它有没有一些可能花粉的一些污染。所以小朋友如果对花粉会过敏的话，或许会诱发他的气喘的产生。那这个减肥有用吗？减肥是不是也可以减缓气喘的？对，我先讲一下那些咳嗽药，其实基本上呢都是治标啦，就是让你的这个咳嗽舒缓，但你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还是面对问题，解决它，这个拥抱它。那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减肥，其实有帮忙。如果今天是肥胖的孩子，他的这个气喘的控制就会变得不好控制，用药也不容易缓解，所以其实只要让他的体重稍微下降。
到正常就好。那所以文华姐的小孩如果只要稍微减重一点的话，就 OK， 就不会心痛，就不会喘了，对，就不会这么容易犯起来。对，然后你们不要再给那么多的压力。好了，我现在就是要准备带他去看医生，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治疗一下。那这个用药的时机跟有没有一些原则？好，来，那第一种就是叫气管扩张剂，那个就是让你的刚才讲说气管里面不管是水肿或者是收缩，让它变细了，我们吃这个药，让它变粗，可以瞬间的缓解你的症状。所以你去急诊吸的药也是气管扩张剂。那气管扩张剂的副作用就是会兴奋，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了药以后晚上就不睡觉，因为太嗨了。所以气管扩张剂我们就是等于是救急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救急的时候用也是，就是类固醇，而且是口服的。那这种状况就是你已经是不只是让它气管扩张，而且你还让它的发炎缓解。所以这个是口服类固醇是天霸王，下去就是希望你症状能够不要再发作，所以它也是急救用的。那急救用的状况就是只有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会下这样的药物，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到住院了，或者是到急诊已经吸药吸到快不行了，那个血氧浓度就掉了，回家一定会给你开这个口服的类固醇。那既然它是口服的，那副作用大家就可以了解，你用太久啊，当然吃个1天2天5天，为了救命是没问题的。但你如果常常吃，那当然你的食欲大开，这个不是好事情哈，反而是会那个水牛肩啊、肥胖啊，然后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来。那真正我们要让它的气管渐渐稳定，是后面2种是可以比较是长期用的。第一个就是吸入型的类固醇。那可能说，刚刚不是说类固醇其实只能紧急用，因为吸入型的类固醇它的量是紧急的，大概1/500，量非常少，然后它只作用在你气管上，身体没什么吸收，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拿来平常保养，让你的气管平常的小孩平常保养在用。对，让你冷静一下，稳定一下。那这段保养的期间，不是爸妈就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尘螨要控制啊，霉菌要控制啊，不要吃零食啊，早点睡觉啊，要开始建立运动的习惯啊。等到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基打好了之后，我们这个保养药物当然就可以慢慢停下来，就没有要用一辈子的哦，没这回事。所以这个是平常保养用，连续用可能2个月、3个月，渐渐就 OK 了，没什么特别的副作用。那有些妈妈就是已经解释这么多了，她还是听到类固醇就想逃跑。那既然解释都没有办法安抚妈妈的心情，我们可能会用第2种保养药，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心流哦，有的白山烯素拮抗剂，名字太长，我们就是心流，习惯就这样讲。那这种药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那它也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冷静一下。唯一的副作用是大概有一些小孩吃了心流会脾气不好。对，你年纪越小越明显。所以台湾的妈妈真的太担心气喘这件事情，又很害怕类固醇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每次3伏贴的期间呢，这个大排长龙，3天预约就全额满。真的。可是他们的门诊就门可罗雀嘛，你大概说有个类固醇。之前就有个妈妈这样，她小孩6岁，有一次发起来的时候，平常都不保养，发起来的时候就用你说的那个吹的那一支，就给它扩张，连用了40几次。哎呀！结果我跟你讲，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整个脸都已经黑掉了，就其实是没有救回来的。因为医生有谈到，其实你那个是有一定的使用，比如说我是隔多久用一次，我用了3次没用，我就应该赶快送医的，不是在那边觉得只靠那一根，或者我只靠冬病夏治的中医，不是，你平常一定要保养，要监测，然后紧急的时候用了2次、3次不一定就要赶快送医了，不要想说那一根喷了，电视上那样演都会活回来，不是哦。所以我们这个中医也有一个根治气喘的大绝招，是吧？我先要讲一下什么是3伏贴。3伏贴是说我们在1年当中有3天它是阳气最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把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是类似细辛啊、附子这一些比较热的药物，我们把它制成这样子一个丸状。那这不是吃的，它这个是贴在我们背部的穴位。那贴在这边6到8个小时呢，它会让我们这个药性经由穴位吸收进去。当我们在这贴6到8个小时，你会觉得身体热热的。这个目的我们是要去掉身体的寒气啊，气管里面的寒气，然后预防你有那个气喘的产生。那通常在贴的时候呢，可能你当年的冬天你的气喘比较不会发作，或者你比较不会感冒，甚至你会觉得说，你的手脚会比较温暖。这个是3伏贴。那另外中医的方式呢，我们在调理体质，其实很重要是要
要去辨别你的小孩子是属于寒症还是热症，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寒症的体质，他的气管就是比较脆弱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给他吃一些比较温补的食材，但这个可能都要给医生去鉴定。但如果是热性的，可能他的气管本身是处于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之下，那我们要给他吃，你不可能一直给他补啊，比如说什么当归啊什么那一些的，你可能就要吃一些比较有清凉泻火，比如说又可以去掉我们气管里面的发炎的一些药材。所以大绝招说穿了，其实就是3伏贴，对不对？夏天要来处理的，所以不是冬天在临贴，预防对，是在夏天的。好，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啊，想说没关系啦，咳嗽 OK 啦，当作没听到哦，那继续还想到但是风声啦还是要带去给医生稍微检查一下。气喘比例很高，还是要看一下。谢谢大家，谢谢。